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在前面一连3期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了神秘的前苏联载人登月计划。在其中，我曾经多次提到，第52设计局的技术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切洛梅曾经提出过用 UR-700 火箭加上 LK-700 登月器来实现载人登月的方案。在节目里，我还简单地介绍了采用直接起飞模式的 LK-700 登月器的奔月过程。只不过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并没有对这个方案中另一个重要的产品 UR-700 火箭做过多的介绍。其实 UR-700 火箭绝对可以算是运载火箭里的另类产品了。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来好好和大家聊聊这个 UR-700 火箭，让大家看看前苏联的火箭专家的脑洞有多大。不过，在介绍 UR-700 火箭之前，我还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切洛梅的第52设计局的一些其他产品。52设计局是一家总部位于俄罗斯列乌托夫的火箭设计局，主要负责航天器、运载火箭、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研制工作。曾经研发了大量的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像 P-70 紫水晶反舰导弹、P-120 孔雀石反舰导弹、P-500 玄武岩反舰导弹、P-700 花岗岩反舰导弹，还有和印度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以及最新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不是说主要研制反舰导弹吗？怎么还有巡航导弹呢？其实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飞行模式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具备反舰导弹研制能力的企业一般也具有研制巡航导弹的能力，反之亦然。在弹道导弹方面，至今仍在俄罗斯战略部队里服役的 SS-19 弹道导弹就是在该局的 UR-100 运载火箭的基础上改进得来的。在运载火箭方面，在 UR-500 基础上研发的质子号系列运载火箭，以其 23.7 吨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直到现在仍然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大型运载火箭。在航天器方面，在前苏联载人登月计划被取消之后，52设计局大量参与了礼炮系列空间站、和平号空间站、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段的建设工作。在这些空间站上都有该局研制的舱段，这其中就包括了和平号空间站的核心舱，还有国际空间站的曙光舱和星辰舱。介绍完了52局的产品，让我们回到 UR-700 火箭。我在前面的节目里曾经提到过， UR-700 火箭在载人登月的各种备选模式中，是按照直接起飞模式的要求进行总体设计的火箭。也就是说，火箭将装载登月器直接飞向绕月轨道，让登月器在月球表面实施软着陆。月表任务完成之后，登月器还要具有直接从月球返回地球的能力。这种模式就要求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必须非常大，至少要大于土星5号的140吨，才能够使登月器能够装载足够的燃料和相关设备完成这项任务。为此，切洛梅提出了通用火箭的设计概念，希望通过把这种通用火箭进行堆叠，来组合出大推力的运载火箭，也就是 UR-700 火箭。UR-700 火箭的总体设计方案曾经发生过不少变化，后来还发展出带有核动力上面级的 UR-700A。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 UR-700A 火箭的组成示意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700和 700A 在助推器和一子级上是一样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上面级和登月飞船。UR-700 是一个带有3组助推器的2级火箭，当助推器和一子级把二子级和飞船送入近地轨道之后，由二子级把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在接近月球轨道的时候，飞船需要依靠自身携带的推进剂和动力，完成进入月球轨道前的减速制动动作，然后再绕月、落月返回。而 UR-700A 是一个带有3组助推器的3级火箭，助推器和一子级的作用同样是把2、3子级和登月飞船送入近地轨道，
二子级的作用也同样是把三子级和东岳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但与 UR700 不同的是，700A 增加了三子级，而三子级的作用就是实现飞船进入月球轨道之前的减速制动，最后再由飞船来实现月球软着陆和返回地球。两型火箭的差别就是在于是由飞船还是由火箭来完成进入月球轨道前的减速制动。切洛梅的设计方案之所以会从700变成700A，估计是因为东岳飞船上的发动机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才变成让火箭的子级来完成这一动作。下面让我们从助推器和一子级开始，对火箭的组成做一些介绍。请大家注意屏幕右侧火箭的底部视图。从这个视图我们可以看出，在火箭的3组助推器中，每组助推器都是由2个独立的小火箭组成的，而一子级则是由3个独立的小火箭组成的。这个小火箭其实就是我此前介绍前苏联载人登月节目里第2期里提到过的切洛梅提出的通用下面级，只不过用于一子级的下面级是基本型下面级，而用于助推器的下面级则是在基本型的基础上，在顶部加装了一个附加推进剂注箱而形成的。在火箭发射的时候，助推器和一子级上的发动机全部点火开始消耗推进剂，而此时助推器下面级顶部附加注箱里的推进剂则可以通过管路流向一子级下面级的推进剂注箱里补充所消耗的推进剂，从而使在助推器分离的时候，一子级的各下面级注箱里的推进剂都处于满箱状态。助推器之所以要分成2个一组，主要就是因为单个助推器下面级顶部的附加注箱要么装的是氧化剂，要么装的是燃料，只有2个一组才能为一子级下面级补充所需的全部组员。切洛梅的这个设计应该说非常巧妙，它一方面降低了火箭起飞时的死重，使尽量多的发动机参加起飞工作，提高了起飞时的总推力；另一方面，在助推器分离的时候，能够让一子级的推进剂仍处于满箱状态，使之能工作更长的时间。这就大大提高了火箭的有效载荷比，也就是火箭的运载能力和起飞质量的比值。这无疑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设计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这将大大增加火箭的复杂性。我们都知道，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系统的复杂性越高，可靠性就越低。这恐怕就是切洛梅方案的固有缺陷了。但这和 N1 火箭的一子级使用了30台 NK-15 发动机一样，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的无奈之举。讲到这儿，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把下面级叫成小火箭，其实并不是很准确。要知道，每个下面级都安装了一台格鲁什科的第456设计局的 RD-270 发动机。这种发动机使用偏二甲肼和4氧化二氮作为推进剂，在海平面上能产生惊人的640吨的推力。要知道，即使是猎鹰9号火箭，它的起飞质量也不超过550吨。如果在猎鹰9号火箭上装 RD-270 发动机，如果不考虑火箭复用的问题，只要装1台就够了。RD-270 的推力仅比土星5号火箭使用的 F1 发动机的690吨稍稍小了一点儿，可土星5号火箭只安装了5台 F1 发动机，而 UR700 系列火箭上的 RD-270 有9台，这就使得 UR700 火箭理论上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5760吨。据此估算， UR700 系列火箭的起飞质量能够达到4500到5000吨。据称，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惊人的151吨，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我想，正是因为拥有如此强大的推力和巨大的起飞质量，切洛梅才敢于提出在直接起飞模式下的载人登月方案。如果他的方案真的能够得到落实，
那么 UR-700A 将能把搭载7名宇航员的航天器直接送上月球。可惜前苏联从来没有向切洛梅提供过足额的研制经费，最终 UR-700 火箭连绘图板都没有离开就黯然退场了。倒是 UR-500 后来变身成质子 K 和质子 M 火箭，直到现在还在服役。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在 UR-700 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切洛梅也曾经遇到和科罗廖夫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发动机的比重比较低，严重影响了送到月球的载荷的最大质量。所以在 UR-700A 的方案中，切洛梅把2子级和3子级的发动机都换成了第456设计局的 RD411 核热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的比重大约是当时的氢氧发动机的2倍。为此，前苏联还在1965年10月批准了该发动机的缩比模型，也就是 RD410 核热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如果 RD410 核热发动机研制成功，该发动机还将用于在 UR-500 火箭基础上改进的质子号运载火箭的上面级上。然而，和当时的美国一样，前苏联的核热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没有能够进行到底。最后，质子号火箭的上面级也只得采用了使用常规燃料的 RD-210 和 RD-211 发动机。现在 NASA 已经重启了核热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计划，并希望通过它在2030年代实现载人火星旅行。反观俄罗斯，它的核热火箭发动机计划的重启遥遥无期。也许他们目前更该关心的还是应该怎么能稍微体面点的从俄乌战争中退场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